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曙光还没到来，清醒地逃出被我的依赖，为空白添色彩，我自有我未来。轻拍只想尘埃，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，多直白多精彩，才不愿空等待。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，艰难历程也不改，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，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奇迹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会在每一场，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勇往直前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本人怎么没来？他人在学校，是不是体检有什么问题呀？你看看这些指标吧，年纪不大，毛病倒是一堆，再不好好调理休养啊，恐怕就晚了。今天你要是早点帮我多吃几块，我们肯定就赢了。那也不能违反比赛规则呀。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比赛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有输有赢的，那大不了我再请你吃一顿呗，好吧？那好吧。马上到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不是，我先看你进去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走。哎呀，你快回去吧。那你回答我个问题。假如比赛结束以后，咱俩能不能？能什么呀？就是，能不能？能不能让我先过一下呀？哎，小溪，我跟你一块上去。哎。世情，和姚生约会那么激动啊？才不是呢！今天去参加大胃王挑战，还差几秒我就赢了。
你吃那么多，不怕姚生养不起你啊？以后谁养谁还不一定呢。小芒果，一定要当心姚山，这小子最阴险。你俩不是兄弟吗？赛场上无兄弟。甘露薇好强啊！怼不过他就转移战场，实在不行还有我呢。你是说我不如他吗？哎，不，我都怕你，他肯定吵不过你。金猫，是我要在这儿的。小新，你要干嘛？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背锅。白月好不容易 man 了一回，你就让他帅到底吧。对啊，以前的进去也没用，就是多了个挨骂的，该罚的他一件都少不了。那他会不会被处分？会不会影响到比赛？会不会影响到毕业？会不会被开除啊？没那么严重，顶多就是吃个处分。学校明文规定，不能饲养宠物。你却在天台搭了个猫窝。白玉啊，这个学校当初嘛叫你帮忙养养鸽子是吧？你这是要开动物园啊？唐老师，哎，这你学生你说怎么处理吧？白玉啊，猫呢就早点处理掉是吧？写份检查给我，哎，不要影响比赛嘛啊。快！谢谢唐老师。怎么处分你的？无罪释放。这么简单？唉，还让写份检查而已。太好了，真是有惊无险。可瞒过以后怎么办？回去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家芒果不能养在天台了，你能去哪儿啊？咱们学校好像有挺多野猫的，我还知道几个野猫聚集地，不然就把芒果送去那儿吧。他们这还有人喂呢。不行，芒果基本上算是一只家猫了，哪儿打得过外面那帮妖艳贱货？那你们养在我家餐厅吧，你们想它了还能随时都来看它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孙晴，我还是去领养网站上发帖子找人领养吧。哎，只接受本地领养，而且我们不定期的会去检查。喂，你们也太不是人了吧！宁可相信外人，也不相信我啊！不是。喂，傅姨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小雨啊，你转专业的事儿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赶紧过来补填一份申请表格。转专业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转专业了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暑假呢，抓紧补课，看看书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问你爸。开学呢，就来参加入院考试。傅爷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赶紧过来就是了。我先去趟法政学院。白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你换专业？肯定是我家老头搞的鬼。我陪你一块去看看。
这先斩后奏的本事。爸，你儿子，你自己解决。走，跟我吃饭去。走了。你来我学校做什么？寒假在家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又反悔了？书是我自己念的，你能不能尊重我一回？这件事我是不会妥协的，就算你找到校长也一样。上车。你非要给我转专业，我就退学。我再说一遍，上车。白宇，她是你同学？这是我女朋友。我和白宇是辩论队的队友。因为快要比赛了，我们要去找院长开会，所以我才来找白宇的。那走吧。站住！我现在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饭局。走，进。小姑娘，诚实要比耍小聪明重要得多。走。你刚才说那个女朋友没有这道吧？你这个年龄不要找什么女朋友啊！有时间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还不如多学习。哎，小李。车快一点。买给女朋友的吧？麻烦帮我报一束这个。葵百合？一般送女朋友都是送玫瑰花的吧？这葵百合的花语可是胜利啊！会不会有点太直白了？没错，就要这个。好，谢谢。Hi. Yeah, it's me. Do you mean I need to go back college next week? It is possible to push you back for 1 week. Okay. Okay. Thank you.孙晴，阿姨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这是前阵子每天送你回来那小子刚刚送来的，我说我帮他叫你，他说不用。吵架啦？嘿，你又欺负他了吧？这孩子挺老实的，吓唬吓唬得了，别真把人吓跑了。才不舍得吓唬他呢。谢谢阿姨，走了。从前慢牛见车马都慢，一辈子只都爱一个人，从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到现在一辈子爱很多人，我们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？当我们失去一段感情的时候，这好像是一件坏事儿。可是谁又知道真爱会不会就在下一个角落等着我们呢？从前慢也能不错，可不慢。站起来。我们扪心自问，到了网络时代，我们的世界是越来越丰富了，还是越来越空虚了？失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，它的出现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还在继续，我们的社会还在发展。很好，声音稳住，加强渲染。
我们是觉得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，还是越来越多了？越来越丰富的是这个世界，可越来越空虚的是我们。我们得到了多彩的世界，却同时失去了鲜活的自己。我们得到了很多千篇一律的网络形容词和网络段子，可同时却失去了个性化的表达。即使是在网络时代的当下，我们的失去远超所得，但我认为这种失去其实是一种诗意的留白和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以坦然接受这种失去更多的事实，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这种失去抱有期待。记住了，陈词语速要缓，渲染要多。想要获得事业成功是一种执念吗？是。那么，请您再述说一遍您方对执念的定义。如果不坚持去做，就会产生痛苦的念头。所以说，想要获得事业成功，如果这个念头我们，实在不行。他们是不是在复盘对文学院的比赛呀？对，拥有执念是人生之喜。你对执念的定义是不是得不到的东西啊？对，拥有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满足啊！你论证的是满足是人生之喜啊。可是拥有执念是满足执念的第一步啊。可是拥有执念也是满足不了执念的第一步啊。那所以这个执念是满足还是不满足？所以啊，你对执念的定义是有问题的。不好意思啊。迟到26分钟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给孙晴送午饭去了。可以啊，追到钱下子没领队了？没呢，还没追到。不错嘛，至少现在还在发展阶段。等哪天比赛结束了，约出来吃顿饭，咱们也都跟地奇熟悉一下啊。吃什么饭？比赛要是输了，可不止一顿饭没得吃。训练。不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，对吗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理性。好，在遇到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客观分析条件、制定策略，并且预判结果，对吗？可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，需要做决策的往往就那么一两个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了。对。好，那每个人都会有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，侥幸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勇气呢？是盲目的自信。那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对吗？它可能会带来坏的结果。结果好坏咱们先不论，它至少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对吗？太累了，休息会儿。好。那么冷清啊！哎，你来了。华夏，我给你拿点吃的吧。好啊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呀？白宇他爸非要让他转专业了，刚把白宇带走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当初怎么搞定他妈，现在就怎么搞定他爸呗。他爸可没有那么好搞定。白宇见到他爸就跟孙悟空见到如来一样，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。不训练了干嘛呢？可不能走上回轻敌的老路了啊！事情怎么样了？开始训练。为什么那么着急的把你叫回美国答辩啊？下一场我们对法政，没有你的话很影响我们的。不要担心，我看过回来的机票了，肯定能在前一个晚上抵达。那就好。刚刚我还在担心你会为了决赛而放弃答辩呢。如果这次你不回美国答辩的话，就代表之前的2年都白交流了。即便你是个天才，也不可能在1学期之内修满3年的课程。我肯定会回美国答辩的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你一块儿毕业。只是我在那边和你们有时差，不能和你们同步训练。要是训练时发生问题的话，恐怕……不怕，放心去吧，我们有阿峰教练呢。你不就走几天吗？就这点事情你们解决不了啊？我就是个小教练。可是队里训练的事儿还是得有人管啊。
我不是不帮你们啊，这人啊一定要有自知之明，什么是强项，什么是短板，自己心里应该非常清楚。清北啊，我觉得你就非常适合当队长，最起码知道队长的责任是什么。其实谁能当队长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你别看我呀，我太容易说话了，更不合适。哎呦，这鱼啊，它再小它也是肉啊。今天吃不了海鲜，来点河鲜也不错。哎呀，其实队长啊，你们随便找一个，有就比没有强，对吧？那就他吧。的确如此，除了你以外，他最合适了。谁还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啊？收摊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会缺席这几天的训练，虽然有点对不住大家，但是也只能这样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为了婷姐，都能理解。不过我会确保在比赛当天上场，训练期间也会和大家全面及时沟通，剩下的听婷姐安排。清北不在，我会尽力的控制好战场。小溪，你在场上的头脑是最清晰的，你陪我一起控制好场面。好。华夏，你的结辩注意随时跟清北及时沟通。OK， 没问题。白宇，清北不在，我们和小溪怕控制不住场面，不过你的职责依然是放开去打，尽兴就好。知道了。还有孙晴，孙晴，你跟我一起做好立论就行。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代理队长的事儿。哎，选我！我们和教练共同决定，从现在一直打到决赛为止，新的代理队长由易小溪担任。姚生，虽然说过比赛前尽量不见面，不过既然遇到了，就遇到吧。我正好想找个人说说话。那要不然我们去咖啡馆聊聊？好啊。好，走吧。马上就要比赛了，大家都是大一，他们能在场上比赛，我却只能在场下加油，觉得自己好差劲啊。其实，不是啦，我觉得以你的实力，完全可以上场试一试。也就只有你会这么鼓励我了。不算是鼓励了，从寒假算起来，我给你特训也得有4个多月了吧。可是他们都培训快1年了。哎，给你特训的可是今年拿了很多个最佳辩手的我呀。也是。那如果我们在场上碰到了，你会让着我吗？不会。你敢？咖啡凉了，喝咖啡。小陈，明天晚上有个特别牛叉的心理学讲座，我知道你感兴趣，所以特地排队抢了2张票，咱们一块去吧。我没空。可是你最喜欢的心理学家。明天有魔术表演，票都抢不到，我还是从黄牛手上弄了1张票。这样子。明天你听讲座的时候，帮我录下来吧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别担心了，我就去2天而已。小希没问题的，你不是最信任他的吗？我倒不担心他了，主要是你不在，我有点心慌。我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，而且不是有你在吗？你当我真的很管用呀？而且现在队里我是最差的辩手。虽然看着他们一个个成长得很开心，但是我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愧疚的。但你是最好的家长啊，你在，这支队伍才在。你是不是有恋母情节呀？你才18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走了。嗯。妈，婷婷啊，录取通知书收到啦。你怎么也不和家里说一声啊？啊？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你们开口呢。一家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我和你爸呀，就怕你没个好出路。你现在既然考上了，就得努力努力啊！学历高了是好事儿，以后找工作呀也好找。谢谢妈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假早点回来，还要准备东西呢啊！哎呀，老白呀，别喝了！你儿子那脾气，你还不知道啊？跟你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就是一样，我才不想让他多走弯路。你呀，就是太宠小雨了。人生在世，哪能不走点弯路？现在不走，以后也得走。他长这么大，今天第一次和我说心里话，你看架势，就像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一样。我对他不好。咱们老同学了，你就别在这跟我装了。你让他学法律，难道还真是为了让他继承你的小破律所？你才小破副院长呢！我那律所全国前5，我是从部队出来的，也指挥军事教育。男孩子嘛，严厉点也好。我是看他真有当律师的天赋，而且他自己也喜欢，他是为了拧着我才放弃的。我能为了我儿子，因为我而放弃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吗？这些话你怎么不直接跟他说呀？一看就知道你没儿子。啊，不对，你还没有嫁出去吧？我这结没结婚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，你以为还是上大学那会儿呢？啊？有那么多吗？来，干杯！哎，等等等等，小谢，这第一杯你得干了。今天当上队长了，不敬敬你们这些队友？这么多，我可能。我来。孙强，你这够厉害的呀！哦，牛，牛。哎，白玉，今天你爸的事儿怎么解决的？一招制敌，完胜。可是我看叔叔今天的态度挺坚决的呀。说起来吧，我这一身本事啊，还真得感谢他。看他官司打多了吧，我从小吵架就没输过。他肯定没有想到，我能在他最擅长的事情上面打败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真不明白，
我和你妈怎么会把你教成这样？教的好不好也都是我妈的事儿，你有时间管过我吗？我现在不和你啰嗦，赶紧跟我回去道个歉，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道什么歉啊？我根本就不想转专业，不都是您闹这么一出？我知道，你就是故意在气我。这账我现在不和你算，但我不想因为这些无聊的事耽误你自己的前途。我和你的关系是无聊的事，那在您这儿什么才是有聊的事儿？你的前程，我的前程还是你的规划？从小到大，我不按照你的规划走，就像个废物一样。我的理想，我的选择，你有考虑过吗？我现在有权利安排我的未来，为什么非得按照你的规划走？那是让你少走弯路，让你成功。跟着你的路走就是成功。你看看我，再看看我俩的关系，你还觉得自己成功吗？从小到大你就不爱管我的事儿，那从今以后我也用不着您管。你说这些话，都过脑子了吗？这些话，我都深思熟虑好几年了。你说的解决就是和你爸吵了一架。哎，对方朋友，请注意措辞，是玩虐，谢谢。这反正要搁我肯定不行。很正常，我在我家也总这样，只要一吵架，基本上都能打回原形。哎，给我家老头来当说客了。老夫啊，你就别给我家老头做说客了。我今天这态度已经表示得很明确了。白宇，你爸出事儿了！我爸出事儿了，喝酒晕过去了，赶紧到普兴医院来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走！哎，师傅，麻烦你开快点，谢谢。护士，有没有因为刚刚苏起来的中年男人秀白？有，在急救室抢救呢。陈叔，我爸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到的时候白总已经在抢救了，医生说是喝酒引起的中风，还有你妈已经买了明天最早的班机，我会去接她的。喂，陈叔，你接到我妈了是吧？我爸还在抢救呢。行，那你告诉他，让他别太着急了。爸，哎，父亲出来了。爸，我是小雨啊，爸。哎，这是你父亲吧？他暂时脱离危险了。但情况不容乐观，就算醒来，也要做好瘫痪的心理准备。目前先在重症病房观察一段时间吧，详细情况等一下到我办公室再说。你别太着急了，现在叔叔也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们回去吧，我没事儿。没事，我们陪你。就是没关系的。你们都在这儿，谁来准备比赛？你们都先回去吧，队里还有那么多事儿呢。我们现在都在这儿，也没有什么用。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行，那我们就放了学再过来。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
白宇，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叔叔一定会好起来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要坚强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，我们去买点早餐吧。白宇父亲突然入院抢救，你又不在，决赛准备如何进行？先别紧张，你先帮白宇处理好家里的事情。你让其他队员按照原计划进行。白宇的部分就先空着，有问题随时和我联系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故意在气我。从小到大，我不按照你的规划走，就像个废物一样。我的理想，我的选择，你有考虑过吗？我现在有权利安排我的未来，为什么非得按照你的规划走？那是让你少走弯路，让你成功。跟着你的路走就是成功。你看看我，再看看我俩的关系，你还觉得自己成功吗？他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但情况不容乐观。就算醒来，也要做好瘫痪的心理准备。白宇，我怎么活？白宇，你别，现在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白宇。都是我从小就喜欢跟他作对，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，我还作对。叔叔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二仔，不哭了啊！好，起来。孩子，你平时不是跟妈妈说，你是男子汉吗？男子汉就坚强。好吧啊，好了，不哭了，我们去看爸爸。走吧，好了。身处其中，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，不伦不类真可笑，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，却在安然中渺小。时光的阶梯没打好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生渺渺，屏蔽喧闹的人潮，让梦只需燃烧，不大修只好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每一秒都美好。这一路单向的轨道，慢慢的许着火药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却像浪漫舞蹈，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，青春却在我的心里
辩论，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，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。因为那是我们青春、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。